茶有多种主要种类，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特色。以下是一些主要的茶种及其风味特色。绿茶，不发酵茶，翠绿清澈茶叶经过轻微氧化，保留了大部分的天然营养成分。绿茶的风味因种类而异，有些带有草本、海草的清新味道，有些则带有花香或果香。红茶80%到90%发酵茶，红茶经完全氧化，呈红褐色，有强烈的香气和味道。不同的品种和产地会带来不同的风味。例如正宗的英式红茶通常较浓厚，而印度的阿萨姆红茶则有鲜明的麦香。乌龙茶30%到60%发酵茶，乌龙茶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，经过部分氧化，风味丰富。有些乌龙茶带有花香、果香，有些则带有奶香或木香。台湾的乌龙茶种类繁多，每种都有其独特之处。白茶20%到30%发酵茶，白茶是最轻微氧化的茶，呈淡绿或银白色，它具有淡雅的花香和果香，风味较为柔和。由于制作过程较简单，保留了茶叶的自然特色。黄茶10%到20%发酵茶，黄茶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，其制作过程较为独特。黄茶的风味温和，有时伴随着花香或草本的香气，它的氧化程度比绿茶低，较红茶为轻。黑茶、普洱茶、后发酵茶。普洱茶为发酵茶，有生普洱和熟普洱两种，风味丰富，有时伴随着陈年的香气。生普洱多带有涩味，而熟普洱则较为柔和。每种茶的风味特色受到种植地、制作工艺和储存时间等因素的影响。品茶的乐趣就在于探索这些微妙的差异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乐活人生100，这是一个专门讨论生活和健康相关话题的频道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保健的知识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支持与鼓励。那影片开始了。茶叶中含有多种营养成分，不同种类的茶具有不同的特点。以下是茶叶的主要营养成分以及对身体的益处。茶多酚，茶多酚是茶叶中的主要成分，具有抗氧化作用，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。茶多酚被认为对预防某些癌症有帮助，特别是消化系统癌症、皮肤癌和肺癌。茶多酚中的咖啡因有助于提高警觉度。咖啡碱，它是茶叶中的天然刺激剂，有助于提神和改善注意力。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， 茶叶中含有这些维生素，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。氨基酸，茶叶中的氨基酸对于放松和改善心情有帮助。L 茶氨酸是一种有助于缓解压力和焦虑的化合物。鞣酸，鞣酸有助于口腔健康，可以杀死牙缝和龋齿中的一些细菌，并改善口气。茶叶不仅是一种美味的饮品，还具有多种对健康有益的成分。每天喝茶有助于提高免疫力、抗氧化、改善心情和预防某些疾病。喝茶的最佳时间和方式因人而异，取决于个人的习惯、生活作息和健康状况。以下是一些建议的最佳时间和方式。早晨，早晨是一个适合饮用含有较高咖啡因的茶，如绿茶或红茶的时候，这有助于提神醒脑，增加警觉性。早餐后喝绿茶有助于脾胃运化，促进代谢，但饭后1小时内不建议喝，以免影响铁质吸收。下午、中午饭后是适合享受乌龙茶等中度咖啡因的茶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喝茶有助于提升注意力，同时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，有降低血脂、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。晚上适合选择低咖啡因或无咖啡因的茶，如白茶或花草茶，这有助于放松身心，促进良好的睡眠。喝茶的方式可以影响茶的风味和效果。以下是一些喝茶的小撇步：选择适合的茶壶，茶壶材质以陶瓷或瓷器较适合，能保持茶香清扬且茶叶容易舒展。选择薄胎且质地细致的陶壶，可以提升茶汤的清香。瓷壶则能如实呈现茶汤的风味。避免用手触碰茶叶，手上可能有湿气或乳液的香气，会影响茶叶的品质。控制茶叶的量，茶叶放入茶壶中，避免一次倒入太多的茶叶。茶叶铺满壶底最刚好，是需求调整层数。注意泡茶的时间和水温。未发酵茶如绿茶，保留的儿茶素最多，但不宜在饭后1小时内喝，以免影响铁质吸收。
红茶和乌龙茶中的咖啡因含量稍高，需注意一天的咖啡因摄取量不可超过300毫克。总之，选择适合的茶壶，避免用手碰茶叶，控制茶叶的量，以及注意泡茶的时间和水温，都能让你享受到美味的茶。对于孕妇、老年人以及某些特定疾病患者，喝茶时可能需要特别注意，并在必要时限制或选择适合的茶种。孕妇应限制咖啡因的摄取，因此饮用高咖啡因的茶，如乌龙茶、红茶或绿茶，应该谨慎。建议选择低咖啡因或无咖啡因的茶，如花草茶或孕妇茶。更应避免饮用有可能对胎儿产生影响的药草茶。因此，在饮用特殊茶种前，最好咨询医生的建议。老年人如果是以茶作为主要饮料，老年人可能需要注意，因为茶中的茶碱可能会影响钙的吸收，这可能对骨骼健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。老年人通常需要确保足够的水分摄取。茶是很好的选择，但不应该取代对水的正常需求。特定疾病患者、胃溃疡或胃食道逆流等胃肠问题的患者，应避免浓烈的茶，因为茶中的咖啡因和酸度会刺激胃黏膜。一些心脏病患者需要限制咖啡因摄取，因为它可能对心脏产生影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选择低咖啡因或无咖啡因的茶。茶中的咖啡因和茶多酚会影响血压，高血压患者应该避免过量摄取。总的来说，对于特定人群，建议在饮用茶之前咨询医生的建议。饮用适量、适合自身状况的茶是保持健康的重要一环。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今天这个主题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与我一同探索更多关于美食和健康的精彩内容。